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次呢條片就會記錄我入境韓國嘅程序同埋有關於宿舍隔離嘅嘢。今次我會去韓國 exchange 一個 sem，本身係諗住新年過後先去，但如果想要宿舍隔離嘅話，就一定要喺26號至28號 check in，所以最後我就揀咗搭28號嘅凌晨機。我嚟到機場嗰陣呢，就唔係好多人，不過我就做咗好多到機場，所以咧就要等多1個半鐘先可以 check in 行李。本身咧我就已經戴咗2個口罩嘅，不過上到機之後就再着多一件雨褸嚟保護自己。不過就唔係有好多人好似我咁樣做，我見到有1-2個人有着到全套嘅保護裝備，我估佢哋應該會轉機去美國或者加拿大。喺飛機上邊，空姐就會派你入境時需要嘅表格，咁其中2份呢，就係之前入境韓國都要填嘅，另外就會多咗1份白色同埋1份黃色，咁總共就係4份。而家我就會簡單講下入境程序。喺你落咗機之後過嘅第一關就係健康申報，咁你就要交黃色同埋白色嘅表格，同埋交埋你個 PCR 報告。佢檢查完之後就會喺你個護照上邊貼上 PCR 嘅貼紙。第2關就係關於隔離，咁佢就會叫你下載一個家居隔離 app。咁我喺香港就已經下載咗啦。咁另外佢就會打電話去你提供嘅韓國電話度確認你嘅隔離地址。咁因為我會去宿舍隔離啦，所以我就俾咗宿舍嘅電話。佢打電話嗰陣就咁啱宿舍仲未開，所以就打唔通。不過好彩佢最後都係俾我過。之後第3關就係平時入境嘅程序，咁你就交埋張入境紙，之後咧就可以去拎行李。咁個行李咧就要過 X-ray 啦，跟住之後加埋個海關申報表咧就可以離開噶啦。出去嗰陣時咧就會有職員問你想搭巴士定係的士，就本身我就係諗住搭巴士嘅，但係嗰陣時要等到2點鐘先有車啦，所以我就揀咗搭的士。喺你離開機場之前咧，就記得要買咗電話卡先，因為保健所嗰邊就會 send SMS 俾你去收取 PCR 嘅結果啦，同埋佢哋有機會打電話俾你。嗰陣時落機咧，我就喺 Terminal 2嘅，咁我就係拎完行李一出嚟咧，就已經見到有賣電話卡嘅地方，我就同職員講話我要去買電話卡。之後咧就翻去嗰個地方度等個的士司機到。嗰陣時就淨係得 LG 有開，所以我就去咗嗰度買。不過我記得間公司都好似一樣價錢。嗰陣我就買咗15日，同埋要加埋 Voice Top Up 先可以收埋 SMS， 所以加埋就係6500蚊。咁樣你就可以有無限數據打電話同埋收 SMS。之後如果想延長嘅話都可以。如果多行李嘅話，都建議可以搭的士，因為做 PCR test 係喺保健所出面度做嘅，類似巷仔啦，條路比較窄，所以拎住行李就冇咁方便。我去做檢測嗰陣，啲行李就係放咗喺車上面，之後就坐翻依架的士去宿舍，最後就搭咗88000won。去到宿舍之後，你就要交之前喺香港做嘅檢測同埋照肺報告，之後就可以上房。喺門口嘅右邊咧就有鞋櫃啦，咁之後就有個廁所，而左邊就係洗手盆同埋沖涼嘅地方。房入邊就會有衣櫃、床同埋書台。我間房嘅窗咧就會見到附近嘅住宅。咁如果你住另外嗰邊咧，就係對住馬路嘅。學校咧會準備一啲物資放喺你個台上邊，咁就會有消毒用品、零食、廁紙、垃圾袋、口罩同埋探熱針嘅。咁佢哋就會提供枕頭、床單同埋被，但係被咧佢哋就唔會提供被袋，所以我都有啲後悔自己冇帶嚟。咁如果係交換生嘅話咧，就可以帶埋呢一啲床上用品去你之後嗰個學期要住嘅宿舍度。
喺門嘅後邊就有貼到 WiFi 嘅密碼，或者你喺其中一張台底下面都會見到有個 router， 上面都有寫到密碼。房入面門口同埋入邊嗰盞燈都係有感應嘅，就算你有開到燈，如果你坐喺床上邊太長時間冇喐嘅話，佢都會自動熄。間房入邊都幾多塵，甚至床單上邊我都見到有塵，所以就最好用濕紙巾清潔一下先。如果有自己帶到電水煲嘅話，就唔建議用水喉水嚟煲水，因為我見到啲水入邊都有啲污糟嘢。同埋個水龍頭出水位都有啲污糟，唔知係咪因為依間房太耐冇人住過。本身佢啲物資淨係有2支2升嘅水，不過同學校宿舍嗰邊講咗，佢哋就有再送多啲水過嚟。如果去到送飯時間嘅話，佢哋就會敲門，咁你就可以出去拎。佢哋就會將個飯盒放喺地下，有張白色紙墊住嘅。咁我估嗰張紙每一日都會換。送飯時間就通常係9點、11點半同埋5點。之後都有其他同學反映個晚餐時間太早啦，所以佢最後就延遲到6點半先送嚟。喺你入嚟隔離嘅第一日係冇飯食嘅，咁所以就要自己帶定啲杯麵同埋零食。咁喺你隔離嘅第2日就會開始送餐。佢每一餐入面都會有啲食物係辣嘅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幾好。韓國嗰邊最新嘅政策就係2月4號入境嘅人淨係需要隔離7日，但係政府嗰邊可以俾我哋將原本嘅隔離時間縮短到7日。不過學校嗰邊呢，就決定維持原本10日嘅隔離時間，因為而家韓國疫情嚴重。如果要抌垃圾嘅話，就要將個垃圾袋綁實，再噴酒精，之後就可以放喺門口走廊度。每日朝早11點就會有人嚟收。每一日都要喺家居隔離 App 度輸入你嘅體溫。咁之前喺機場嗰陣時，職員就同我講，就係每日量2次體溫啦，但係學校嗰邊呢就好似話要量3次嘅。學校嗰邊都有要求每日朝早11點都報1次體溫俾佢哋，咁所以我就總共係量咗4次體溫。喺31號嘅夜晚呢，就有開始落到雪，第2朝都有落咗一陣雪，不過太陽一出嚟之後就啲雪開始融啦。喺我隔離最後嘅3日呢，就會有個 AI 每日3點鐘打嚟問我有冇出現病徵。2月5號嘅上晝呢，我就去咗做第2次嘅 PCR test， 咁我就搭的士去返中路區保健所嗰度做。咁本身呢，我係2月6號先做嘅，咁但係嗰日就係星期日，所以就改咗早1日星期6去做。做檢測嘅話呢，就喺保健所嘅外面呢，就會有一個帳篷，咁你就跟住嗰條隊去排就得嘅啦。咁跟住呢，就可以掃個 QR code 啦，入邊輸入返你嗰啲個人資料嘅。之後呢，就可以攞籌等做檢測，去到第2日你就會收到關於你嘅檢測結果嘅短信，同之前第1次做檢測嘅都係一樣。
喺2月7號嘅晏晝呢，我就要 check out 搬去下一個宿舍度。咁喺嗰個宿舍度呢，我就會住1個學期嘅。咁喺宿舍度放低咗啲行李之後呢，我就去咗銀行度交隔離嘅費用，同埋就去咗保健所度認證我嘅疫苗接種記錄。咁去完保健所返嚟宿舍就會經過廣壯市場，咁我就去咗買紫菜包飯做晚餐，之後去埋附近嘅超市度買嘢。遲啲呢，我都會拍一個 room tour 關於我而家住緊嘅宿舍嘅，咁大家可以遲啲留意下。今次呢條片就去到咁多啦，希望你哋鍾意啦，拜拜。